好，我们今天简单出个视频来讲讲新 DLC 德国走这个优势火力学说会怎么样。话不多说，直接上编制。这是我运营到39年做出来的一个简单编制，它的精髓所在就是我们新 DLC 出的超重型火炮。在我们点了优火右的支援连强化之后啊，对人员杀伤达到了60点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一个12宽编制的部队很轻松就达到了260的软攻。小宽度应该是玩优火学说的常规操作，我们正常宽度是36，现在应该是化整为0了。可以简单换算一下，如果我们是做了一个36宽的编制，那它将有780的软攻。好，编制思路讲完了，我们来简单玩一把。开局科技还是老三样，不过我们在点的时候会注意啊，现在的科技有一个下标，这些不同颜色的下标主要是对应他们能加哪些学科的突破进度。关于突破，我们可以在实验设施中找到。我们现在点了电子机械工程，对应的就会加这个物理学和空军。鼠标放在上面就会显示啊，它这个研究给我们提供了 0.12 的进展。新 DLC 中我个人觉得挺强的2个项目，分别是这个超重型榴弹炮，还有一个空军的直升机。超重型榴弹炮我们需要2点突破点才可以点，所以我们前期还得再攒一点。攒这个突破点，除了我们用科研槽去研究对应科技之外，还可以造很多实验设施啊。但是这个实验设施它每多一个就会变贵，所以尽量不要造太多。这边先给我们安排一名科学家啊，这个加火炮研究的，把它安排进去之后，它能给我们提供这个 0.1 的突破进展，相当于是一个科研槽了。因为我不玩海军，开局没什么建实验设施的必要，我们就简单建一个飞机的。这个实验设施每个省份只能建一个，我们在建的时候最好看一下地图上的颜色，越绿的地方它补给情况越好，我们尽量建在补给好的地方。除了实验设施，前期我们还是以这个种地为主啊，先把民工都种起来。当我们研究火炮科技的时候，多了一个突击炮制造商。这个制造商我看了一下，点到最下面有这个中字火的软攻加强啊，而且加了不止一次，感觉还可以，但是字火它是3宽，所以我还是不推荐玩。现在分配生产线都给我们把制造商选好了，稍微省了点事，前期还是不造这些其他的装备。开局的产线就这么简单分配一下，部队的数量和之前是一样的，还是派2个师去埃塞。第一个国策点完之后，先不着急往下走，我们先点这个元首原则啊，因为下面这些人是自动点国策的，最好把他们早点点开来。第一波点数可以先上一个雅尔马沙赫特，它能减这个消费品工厂的，还不错。现在我们开局只有1个元帅啊，大家想升的话可以自己晋升一下。蓝英男给的5点经验，我们就先编这个伊布师了，来扩充一下我们部队数量。元首原则启动之后就开始选我们的核心圈了，因为每个全国领袖需要等175天，所以我们先点一个托特，等175天之后再点一个施佩尔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把他们的 buff 全部吃到手了。为什么先点托特？主要是感觉托特相较于这个施佩尔啊，它更适合种地一点，我们前期还是需要它来拉一下建造速度的。多的点数我们就先不安排部长了，感觉这几个部长都很拉，前期可以先点一个陆军大师。关于第一个分支线，如果大家不贪苏联条约的科技卡，那就直接点这个纽赖特吧，毕竟这个改组国防军啊会减我们 10% 的补给范围，这个太致命了。到了4月份会蹦一个奥地利事件，选上面这个扣50政治点，然后降低德奥合并所需的陆军，选下面这个就无事发生。关于这一套事件链我觉得挺幽默的，因为 AI 玩这个奥地利前期是造不了部队的，所以我们部队很轻松就能达到这个德奥合并要的战斗力，根本就不需要降低。总之这个事件就是用来折磨奥地利的，只有我们在玩奥地利的时候需要考虑，这边就不管它了。这边也可以看一下德奥合并的描述，需要我们装备齐全的部队是奥地利的24倍。奥地利前期它的部队顶多只有6个师啊，这种情况下24倍还是很好达到的。下面这些国策都没必要点了，我们直接点这个工业线啊，4年计划启动。4年点好之后，先把高速公路安排上，然后再自给自足。这边空军实验设施好了，火速安排一个科学家。科学家我们需要一个直升机专家啊，这个直升机在新版本还是挺重要的。
不过这个直升机我们要2点的突破点，所以还得等一会儿啊，先攒个2点。西班牙依然是准时内战啊，火速改善一下关系，先派个顾问。顾问派完之后就可以停止改善关系了，然后把我们的战神经济给它安排上啊。伊布什主要就是为了派志愿军用的，志愿军派完之后就可以不用再造了。为了尽快刷经验，还是先改个大编制，然后把派过去的志愿军都变了。可惜的是，我们现在很多将都隐藏在国策里了，就先练一个克鲁格吧，自己武功还挺厉害的。为了直升机能快点出，前期可以先点飞机相关的科技。工业线的话，还是先拿民工，这边有一个价格控制，能减少每月消费品的增长，可以先点。这边算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施佩尔也可以安排上了。比较麻烦的是，它这个175天并没有什么提示在这边，还得我们自己来记一下。施佩尔安排好之后，我们就同时吃到了托特和施佩尔的双 buff 啊。他们的 buff 具体可以在这个国家精神里面找到。我们现在同时有这个国家工程师和国家建筑师，看一下我们民工的建造速度啊，是同时享受这2个加成的，非常的赚。接下来国策就是赶紧把下面这个科研槽开了，开局5个槽还是挺重要的。到10月份，我们梅福券已经涨了 36% 的消费品系数了。虽然我们开了战神经济，这个影响并不大，但我们也可以拿多余的点数来点一下，多余的政治点全部来点决议了。这些决议还能给我们加一些支持度，还挺不错的，还能给我们加10点钢，这些一起点完都是可以的，反正迟早要点的。最下面有一个根博什贸易条约，这可能将我们排除在匈牙利王国的潜在盟友之外。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匈牙利当我们的盟友，所以无所谓。这个劳工部长虽然加了不少产能，但是减稳定还是挺伤的。我们先加一个特工位吧。在种地的途中依然是先造苏联的合作政府，不造的话真的没法打。鲁尔水坝点好之后，我们工业优先修在德国的左边啊，现在地区修正都能看到，它加了 15% 的建造速度，这一串都可以点。这边算是到了我们的 Gale Game 环节啊，托特已经点到组织自治了，让我们选分歧，这边肯定是选托特啊，它能给我们加军工建造速度的。因为我们选择了托特，所以这边还多了一个托特开的建筑公司，又给我们加了 5% 的军工建造速度，非常有用啊。关于最后一个核心圈，选谁其实都差不多，选格林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加一点可用资源。希姆莱主要是给我们加特工位或者党卫军，格佩尔就是加一下稳定度和战支。最后2位是给我们加这个政治点的，因为我们安排核心圈他们都是扣政治点，需要一些人来平衡一下。这2位差别还是挺大的，选赫斯的话能给我们加各种经费，而鲍曼的话就是减一些政治点的花费。对于德国来说是根本不缺政治点的，所以选赫斯可能会更赚一点。而且如果我们选了赫斯的话，可能在我们打下法国之后他就不会飞走了啊，还能救他一命。在37年的4月底，我们已经开了5槽了，第5个科研槽我建议还是先点一个飞机。虽然这些科技都是超前科技，但是只要我们点了，它就会一直给我们涨这个突破进度，还是挺有用的。依然是没收西班牙的黄金啊，看一下现在的工厂啊，13个消费品。接下来种地国策就开始转重军工了，已经到37年中旬了，我们39年就得开战，所以民工没必要一直往下修。目前来看，我们这个军用工厂修的还是挺快的，一堆 buff 在给我们加成，感觉是比旧版本快多了。工业线点到这边差不多就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去拿科技卡了。科技卡在这个扩建军校里面有2张支援科技的，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普鲁士遗产下面火炮轰击啊，有2张这个火炮卡。正常来说我们肯定都是点装甲作战的，但是这局我们玩这个幽火啊，幽火比较需要火炮科技，所以还是先点火炮轰击了。总算是攒到了2点突破点，先把这个超重型榴弹炮给它点了。飞机方面还得再攒一会儿，现在已经 68% 了。这个超重型榴弹炮让我们选，肯定是选专注火力啊，能多 5% 的软攻。拿了75的加速卡之后，现在能最快速度把2级维修年点出来了，还是挺赚的。刚发现我们这个空军也攒到2个突破点了，赶紧把我们最重要的直升机给它点上啊！直升机的主要强度是这个补给使用，它能减我们部队补给的，还是挺离谱的。学说的话，我们直接走幽火铀了，因为幽火铀下面的这些
牵引火炮加成都是能加到我们的超重型火炮的，又可以再叠一层。只要我们一直不吃奥地利，奥地利就会在这边搞幺蛾子啊！他又搞了一个什么扬萨计划，要扣我们50点数，不扣啊，只能说随便他怎么整啊。我们想吞奥地利很轻松啊，就算是20倍的兵力，我们也是能轻松达到的。他就没几个师。这边显示赫斯完成了优化帝国劳役，这样的话我们决议里面就多了这个国家劳动服务倡议啊，这个很有用。比如我们现在在这个莱茵兰大规模的修建军工，特别缺这个建造速度，那我们就点一个发展德国西部啊，高亮的这一片都可以加建造速度的。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个超重型榴弹炮并没办法加军工机构啊，而且它每次造的时候，我们只能5个工厂5个工厂的造，这个很累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先来25个工厂，造的还是很快的，每月 3.5 门炮，我们每个师才要3门，很快就能把我们部队全部武装上了。这局的中坦还是经典的9块9坦克啊，47软攻还可以。直升机的话也可以设计的贵一点，毕竟加的数值还挺多的。到了39年的3月底啊，我们总算是把这个直升机给它研究出来了，赶紧大规模建造啊。直升机的话可以给它来个直升机的机构，不过也没什么科技。看了一下，我们一个直升机旅需要15架直升机，还是挺贵的。已经到了这个39年的5月份啊，我们先做一下战争准备，这样的话我们下一次战争开始时能加 10% 的补给范围，非常的赚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点一下这个淡泽霍战争啊，点完我们就开战了。这边科技还差一点，我们比较需要这个直升机运输连啊，它能减的补给比较多。开战前先把我们的编制给它变一下啊，我们这局用的编制很简单，为了吃到幽火支援连的 buff， 我们部队的宽度是越小越赚，所以现在4步2坦。目前来看的话，我们中坦数量还差一点啊，主要是我做了96个师。直升机后勤连研究好了，这边能多减 2% 的补给，研究的越多减的越多，就是有一点贵了，先安排上。这就是我们这个编制在39年中旬的数据啊，我感觉还可以。我们这也是经典的师改旅操作了，我们一个旅都已经280的软攻了，如果乘以3倍的话，不敢想象啊。总算到了最终的测试环节，我们先拿这个波兰来练练手。这边直接宣战，看一下我们这个部队的进攻能力啊。一瞬间就给击溃了，都没来得及看气泡。在决议里面有一个针对波兰的战役指令，能给我们加这个步炮攻击的，因为我点的是左线。看一下数值，我们每个师平 A 能打出300多啊。这边平 A 直接上400了，总之推的还是挺快的，只不过这种编制比较缺补给，我们得给他点个激进的作战计划。波兰还没来得及挣扎就被我们平推掉了，接着再去拿这个法国试试。每消灭一个国家，我们就可以夺取一下黄金储备啊！现在也没有签什么苏德条约了，所以根本就不用在乎波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梅福券又能降低一点了。明明波兰已经被我消灭了，但是我没法点这个针对法国的战役指令啊，可能是打太快了，这个战役指令还没来得及结束这个运动战还剩下42天，所以打波兰最好不要点这个决议啊，不然打法国用不了了。不过打法国也没必要用就是了，我们现在这个部队还是平 A 300多软攻啊 ，AI 根本扛不住，主要是宽度比较小，我们同时能进场的部队太多了 ，AI 没法挡的。也是瞬间给法国拿下了39年10月，在这个版本我们成立维系法国，也能降低这个征服经济的消费品工厂，挺不错的。
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录到这儿吧，主要就是为了测试一下我们的幽火编制啊。如果喜欢看的人多的话，下一集再来给大家测试一下新版本德国其他一些黑科技。